全球咧大約係有45%嘅人口咧係受到睡眠問題嘅困擾嘅。咁喺呢種背景之下咧，褪黑素咧係受到廣泛嘅關注。睡眠唔好係好多我哋現代人咧面臨嘅問題，而褪黑素咧係大腦松果體分泌促進我哋睡眠嘅重要激素。咁佢掌握着我哋人體嘅睡眠節律，佢可以幫助我哋改善某啲類型嘅睡眠問題。同時咧，褪黑素究竟係咪一種安全有效嘅助眠工具，定係有潛在嘅風險呢？大家好，我係謝生。呢一期嘅影片咧，我哋嚟講講褪黑素嘅。咁其實褪黑素咧，佢個發現咧就喺1958年噶。佢係當時美國耶魯大學嘅醫學教授 Leonard 團隊從牛嘅松果體中咧成功分離出呢個褪黑素噶，而且咧佢對佢嘅化學結構咧進行咗鑑定，從此咧開始咗醫學科學家對褪黑素嘅不斷嘅研究啦。咁最初嘅時候咧，呢啲研究咧主要係集中咧對動物皮膚顏色變化嘅影響。咁科學家咧又發現呢啲褪黑素咧可以使呢啲兩棲動物嘅皮膚顏色變淺嘅。咁所以就命名咧呢啲物質為褪黑素啦。咁隨着研究嘅深入咧，科學家喺20世紀70年代發現褪黑素咧喺同呢個晝夜節律調控之間咧，佢係存在密切嘅關係嘅。咁大家就知道啦，呢個褪黑素可以喺調控我哋睡眠覺醒週期方面發揮一啲關鍵嘅作用。咁呢個發現咧就俾褪黑素咧受到越嚟越多嘅醫學科學家嘅關注。咁現在咧，隨着各種研究嘅不斷發展，已經發現褪黑素仲會涉及我哋機體嘅抗氧化、免疫調節等諸多嘅生理過程嘅。咁有啲朋友可能會問，咁我哋人體嘅褪黑素係如何影響我哋嘅？佢適用於點樣嘅睡眠問題呢？咁褪黑素佢係由我哋大腦松果體分泌一種人體激素啊嘛，佢係屬於咧隱朵雜環類嘅化合物，佢又稱為松果體素。咁褪黑素嘅分泌量咧，佢會早晨咧接受陽光嘅刺激14個小時之後咧就開始增加噶，咁大約係16個小時後咧達到高峰期嘅，亦即係話咧褪黑素嘅分泌量咧係受到光線嚟調節噶。咁褪黑素咧佢有明亮時受到抑制，咁變暗開始增加嘅特徵。所以咧我哋瞓覺嗰陣咧，我哋嘅房間咧佢嘅光線係越暗越好噶。咁光線越暗咧，就越有利於我哋人體褪黑素嘅分泌啦。咁而褪黑素分泌嘅多同少，咁就會直接影響我哋大家嘅睡眠深度啦。如果喺夜間我哋人體嘅褪黑素減少，佢就會出現一系列嘅失眠啊、多夢啊、疲勞健忘嘅呢啲症狀，咁各種疾病有可能就會隨之而嚟噶。咁隨着科學技術嘅進步，咁褪黑素咧可以使體溫下降，而使我哋人入睡嘅理論咧已經用於呢個臨床醫療啦。咁臨床上咧，我哋可能會用褪黑素受體激動劑，但係咧佢哋係唔可以同阿司匹林同時服用噶，而且呢啲製劑咧唔係安眠藥，都冇鎮靜嘅效果，只係幫助調節生物鐘咧，從而使我哋產生睡意噶。咁一般嘅情況下咧，我哋要盡量用改變生活方式嘅方法咧，使我哋人體自然分泌褪黑素。例如我哋白天適當咁曬太陽啊，佢就有幫助於我哋晚上褪黑素嘅分泌啦。佢可以幫助我哋入睡啦。另外咧，我哋早瞓都係褪黑素產生嘅必要因素。同時咧，我哋要盡量少飲啲咖啡，因為咖啡會減少褪黑素嘅分泌。咁我哋夜間瞓覺嗰陣要熄燈，燈光咧可能會阻礙褪黑素嘅生成嘅。食香蕉可以使到我哋褪黑素保持平衡。燕麥啊、甜玉米啊、番茄啊、大麥中咧都含有褪黑素噶。我哋攝取啲海帶啊、黃豆啊、南瓜子啊，同埋呢個杏仁果啊，呢啲食物都有助於我哋褪黑素嘅合成。咁而家業界咧認為褪黑素喺調節我哋生物體晝夜節律啦，改善我哋睡眠質量、調節性行為同埋我哋嘅視眼膜狀況，同埋提高免疫力
減緩衰老以及係抗癌抗腫瘤方面咧，可能會有一定程度嘅作用。咁呢啲作用咧，使得褪黑素咧被開發成咧多種嘅保健品，慢慢咁應用喺我哋人類嘅健康管理當中。咁一般嚟講咧，我哋臨床上嘅醫生咧，採用褪黑素嚟治療睡眠覺醒週期紊亂導致嘅睡眠障礙㗎。即係我哋早上俾啲褪黑素就可以咧延遲咧晝夜節律。咁下午同傍晚咧俾啲褪黑素就可以提前呢個晝夜節律。咁分別對應嘅治療咧，呢個睡眠覺醒時相延遲障礙同埋呢個睡眠覺醒時相提前障礙嘅患者啦。咁就係對應我哋平時所講嘅夜貓子或者係我哋早起嘅人。但係咧有一個問題需要知㗎，小劑量嘅褪黑素咧可能會改變我哋晝夜節律。咁大劑量咧就有一個鎮定催眠嘅作用。而且我哋停藥後2日至3日之後咧，呢個患者咧有可能佢回復到以前嘅睡眠覺醒週期㗎。咁褪黑素咧仲會導致低體溫啦、抑制性腺嘅發育啦、釋放過多嘅催乳素，導致不孕或者係降低性慾㗎。所以咧佢係唔係適合咧長期大量咁應用㗎？更有啲朋友問：嘅謝醫生啊，服用褪黑素會唔會上癮？佢有冇咩副作用咧？其實咧，服用褪黑素咧，佢冇呢個成癮性嘅，佢都冇任何戒斷症狀，佢唔構成咧過量嘅致命風險嘅。但係咧，隨着我哋時間嘅推移，佢可能需要增加劑量。所以咧，嗰啲考慮服用褪黑素嘅人咧，就應該注意一啲潛在嘅隱患啦。另外咧，褪黑素咧，佢都唔係乜潛在副作用都冇嘅，佢包括一啲頭痛啊、抑鬱啊、白天中意瞓覺啊、頭暈啊、關節痛啊、胃痙攣同埋易怒都有可能嘅。仲有啲人反映咧，佢哋嘅夢境咧，因為服用褪黑素咧而變得更加生動更加豐富嘅。咁褪黑素咧，佢唔適合所有人㗎，佢可以同多種嘅藥物咧發生相互嘅作用，包括一啲抗凝血藥、抗血小板藥物、抗經結藥、避孕藥，以及係治療糖尿病嘅藥物同埋免疫抑制劑㗎。同時咧，如果喺懷孕或正在抱女嘅時候咧，你或者係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癲癇抑鬱症嘅時候咧，就唔好用褪黑素啦。另外咧，褪黑素都有可能升高某啲正在服用某啲高血壓藥嘅人嘅朋友嘅血壓水平。咁如果我哋晚上咧有飲咖啡或者酒嘅習慣咧，呢個時候咧都係建議避免服用褪黑素㗎。另外咧，服用褪黑素咧係唔應該開車㗎。同時咧都唔建議細路仔服用褪黑素㗎。雖然研究人員咧仲未喺細路仔身上廣泛測試呢種激素，但係咧動物實驗表明佢可能會影響青春期少年嘅生殖發育功能。儘管一啲研究表明佢對患有自閉症等呢啲神經發育障礙嘅兒童有幫助，但係對大多數兒童嚟講，未知嘅風險係超過億次㗎。我哋想要解決兒童常見睡眠問題嘅父母，我哋應該先嘗試其他方法，比如幫細路仔養成固定嘅作息習慣㗎。咁提醒大家，咁為咗避免呢個副作用，我哋要從低劑量嘅開始服用㗎。例如0.2毫克作為補充褪黑素嘅起止劑量範圍，特別係當我哋第一次服用嘅時候。另外咧，喺藥店咧，你可能俾唔同品牌同埋種類嘅褪黑素所困擾，佢可能製成片劑、膠囊、軟糖，甚至係噴霧劑嘅。實際上咧，不管佢個形式如何，佢個藥理作用係完全相同㗎。我哋瞓覺前服一粒褪黑素，有可能效果唔好，就係因為褪黑素佢係一種調節我哋睡眠嘅激素，佢唔係安眠藥。咁佢嘅服用時間咧，應該符合我哋人體嘅晝夜節律㗎。咁對大多數人嚟講，佢係取決於季節嘅唔同。咁對褪黑素佢嘅分泌量喺晚上7點至9點之間咧，係達到一個峰值㗎。所以咧，喺我哋瞓覺前30分鐘或者係90分鐘服用褪黑素，對一部分人嚟講係有效㗎。咁由於現在長期服用褪黑素嘅整體效果存在一啲爭議，所以如果朋友服用佢效果唔好，就唔好再服用啦。雖然咧褪黑素可能有幫助，但係咧都有其他成本更加低嘅方法來保持促進我哋身體生成天然嘅褪黑素㗎。你可以係通過喺早上或者下午曬太陽嚟增加褪黑素嘅生成，或者我哋電腦係手機發出嘅藍光咧，都可以干擾我哋大腦生成呢個褪黑素。所以喺瞓覺前1個鐘咧，我哋唔好再使用
電腦或者係電話啦，至少離呢個電視屏幕1.8米遠啦。其實咧，我哋需要調整嘅可能唔係褪黑素本身嘅水平，而係佢釋放嘅時間。我哋喺瞓覺前幾個鐘嘅時候咧，我哋大家應該減少對藍光嘅暴露，幫助我哋大腦知道而家係晚上啦，從而咧我哋自身誘動呢個睡眠。另外咧，瞓覺前食啲富含褪黑素嘅食物，例如枸杞啊、合桃啊、杏仁、菠蘿啊、香蕉啊、桔啊，呢啲可能都會有啲幫助㗎。咁多謝大家。